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张全芳老师的一个很短的一个体会哈。说今天对慈悲有了更深层的觉知，对身心痛苦无助的人呢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愿慈悲之光化解苦难的心。说今日树立关注呼吸，似乎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都很安静的，好像听到宇宙的声音。每一口呼吸呀，都是如此珍贵，都是自然满满的爱，真切的感受到了，就感受到每一口呼吸好像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都是满满的爱。说再不是孤单的个体，生命是如此的强大，生命是被巨大的爱呵护着，是被无声的慈悲护佑着。这个体会呢其实很短，但是和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很有关系，我们就开始分享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啊。我就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成为了导演。成为导演什么意思呢？至少在你的手机里你成了导演。大概想一想我们每天我们经常家人要出去游玩的时候，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捧着手机干什么呀？在那剪辑视频和照片，然后干什么？发朋友圈或者发视频号，就在那反复挑选呀、裁剪呀，甚至配乐呀、调色呀，就把那些模糊的、失焦的一些表情古怪的、不太好的那些片段用手指嘟嘟嘟丢到垃圾箱里去了然后呈现到朋友圈里的呢，是朝霞，是笑脸是恰到好处的。风来了，把头发撩起来了，然后朋友相见那种温暖的拥抱，就呈现出是美好的那个景色。就那一刻，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剪辑视频，我从中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古老，就是感受一些古老又珍贵的一些人生的智慧。就是我从中就看到很多人在剪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很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分享给大家，看大家是不是？我相信应该对大家会有些启发我就觉得每个人的注意力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剪刀。你要剪辑视频嘛，大家注意那剪辑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选择。你选择那个好的，把那不好弄掉嘛。镜头晃了，把它剪掉；表情尴尬的剪掉；那无关的周围这些路人没有关系的也剪掉。留下的都是什么？都是美好的那些瞬间。大概想是不是这样的？孩子的笑脸呀，哎呀，那个餐桌上，哎呀，那个热气等等，反正很多美好的东西吧，你把它留下来了。就你发现什么呢？那个决定把留下来去什么的那个剪刀，其实不是在软件里面，软件是帮助你实现这个过程的，实现这个结果的。那个决定你留下来剪辑什么，怎么去做的，是你心里面，它叫注意力。你注意什么地方？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你注意停在哪儿，哪儿就被点亮了，被放大了，被赋予意义了。那些被忽略掉，即使是客观存在，在你生命的那个片子里面它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没有注意到它。这个剪辑非常重要，就给你同样的这个素材，可以剪辑出不同的样子。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是有的人注意这个剪辑群的，有那个剪辑那个，同样出去旅游的，回来剪辑的东西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生活中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这样呢？我就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过去曾经讲过，比方说每个人都有10个疼都有10个疼。吃了药之后呢，这一个人好了1个疼，还剩下9个；那个人好了9个疼，还剩下1个。但是呢，好了1个疼的那个人呢，可能怎么样？我好了1个，他好了1个，他就把注意力放在这好了的这一个里面。那剪辑视频就是把视频放在那个时间线上拉过来了。他好了1个，他注意好了这一个，那么他给他剪辑的视频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康复。随着这好了1个，他就配上音乐，明亮的音乐，充满希望的音乐作为背景。那心里面，我好了1个了。他注意到的是康复的，所以给个名字叫康复之路。那么即使那些还在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呢，他也怎么样？在这个美好的光明的这个配乐之下，在这个状态下，慢慢也好了起来。你给他加了柔光加了一些很好的标签，他就往好的方向变化。人的意识不也是这样吗？
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说最终啊，这部影片就充满了感恩和曙光，因为他注意到的是好的这一个，观看他的人呢，就能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而且非常有趣的什么呢？在他的专注和信心之下，那些剩余的疼痛素材似乎也真的就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变化了，就越来越好了。过去还有9个疼，哎，逐渐小了，还有6个，还有5个，还有4个，还有3个，大概讲是不是这样？生活中有人很积极，有人很消极，那积极的剪辑和消极的剪辑就不一样。那第二个人，比方说觉得他有10个，他已经好了9个了，吃了药还剩下1个，可他注意什么呢？哟，怎么还有一个疼啊？他就把注意力反复就播放什么？播放那一段怎么还在疼？就放大了这个片段，调高它的音量，把它放在影片中心。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影片命名什么呢？哎呀，我就想持续的折磨，怎么还在疼啊？他本来比那个人康复了多了，可是他不注意康复，他只注意什么呢？哎呦，怎么还在持续的折磨？那他就选择一些什么呢？一些低沉的、焦虑的那像音乐配在这上面，就使整个这个视频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他全部注意力就注意在还剩下的一个那个疼上，就把它显得就放大了。就这部影片只能给人感觉到沉重和无力。最遗憾的什么呢？他总觉得怎么还有这一个疼啊？怎么还有这一个疼啊？焦虑和关注情况下呢，可那个疼痛仿佛也获得能量，从1个又变成2个，变成3个。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素材是一样的。那第一个剪辑是剪辑出康复，另外一个剪辑出人折磨。那么他们的作品呢，也将吸引不同的观众，引发不同的共鸣。最终他们也就活成了自己剪辑出的那个故事。那剪辑出不同的结果，区别在哪儿呢？你注意力在哪儿？你的一帧放在什么地方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剪辑什么，它都是这样，你注意力在哪儿，剪辑出不同的样子出来。其实我们剪辑的是这个影片，剪辑是你这个外面的视频也好，照片也好，根本的剪辑的什么？是你的认知。就在生活中啊，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剪辑。大家想一想啊，你早晨醒来了，你看到康外的阳光，你首先，哎，你先是想到昨天的烦恼呢，对吧？是一次剪辑。大家说没有？一看阳光，哟，这阳光这么美好，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你还想，哎呀，没注意它，我就想着昨天是有个什么烦心的事儿。你是不是剪辑？你跟家人说话的时候，你是听到了他说话言语背后是对你的那个关心和爱呢，还是抓住他那个语气不好呢？你抓哪个就剪辑哪个。你抓住那个爱，哎呦呀，在关心我；你抓住那个语气不好，你怎么这么说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就在剪辑啊，这又是一次剪辑。你遇到了挫折，你是把它剪成什么呢？哎，我在不断成长，这成长的注脚，还是变成，哎呀，这是命运的阴谋，哈哈，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这也是一次剪辑。真的的，你剪辑什么，你成片里就成的什么。你这一天早上一醒来，哟，这阳光这么好啊，这心情今天怎么这么好？哎，这一天的这个你的生活的这个画卷，就会有着美好的基调。你想，哎呀，昨天那个什么什么事儿，哎呀，什么什么真倒霉。一天你的剪辑，你的一天的这个人生的画卷，就蒙上这样一层阴影。就像他一说话，他是关心你，想爱你的，可是语气不好，你剪辑那个语气不好，那个你就要吵架；剪辑那个关心的，哎呀，你就感到和谐温暖。大概说是不是这样？所以高级的剪辑师不止剪辑画面，更裁剪什么呢？你的认知的滤镜。如果为生活加上一层名为感恩、发现美，哎呀解读善意的这样的滤镜的话，那么平凡的日子就有了柔光了，感恩的光了。
粗茶淡饭就有了温度了，琐碎的日常啊，连起来就连成了一部什么？哎呀，温暖治愈的生活的小电影。那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吗？是吧？现在越来越多的有一些摄像都记载这些东西了，它就像一部电影。这个导演是谁呀？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你就是那个剪辑师，你注意哪个，哎，哪个就把它留到这个影片里面，加强了它。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生活处处是学问，真的，你就想那个剪辑呀，多剪辑剪辑，哦，注意到什么就留下什么。你意念放在哪个层次上，就加强哪个层次的功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家注意哈，你想想每个人，你从中真的去领悟哈，很有意思。你看，你剪辑视频的时候，你出现了别的人了，你会本能的什么呢？比方说，另外的人在你的视频里有一部分那个人还是个面部很狰狞不好看，有一部分是很好看的。那么你剪辑视频的时候，你会本能的保留他人的美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些不雅，他那些不好看的那些表情也好，什么也好，会破坏你的整个作品的和谐。就在你的这部作品里面，他和你的风景就早就什么成了一个整体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就你剪辑你的生活的一个画卷，一个视频啊，发朋友圈，里面有别的人在里面，那个别的人很难看，你也不会要他，你也会保留那个人好的部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和你是那个整体了，这是本能的，你都会这样的。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启示，就凡是进入我们生命舞台的人，无论轻疏，都已成为我们人生电影的一部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无论是你的亲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人，还是一个路人，他只要进到你的视频里面，他也就成为什么你的人生电影的一部分了。嫉妒、怨恨、苛责，就好像故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保留他人的丑态。他人在你的作品里面很丑，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影片的格调，也损害了你的那个状态，你的格调。而祝福啊、欣赏啊、赞美呀、宽恕啊、感恩啊，只是为自己的人生影片啊选择了更开阔、更明亮的选择。这个景深，这个状态，这个广角也好，什么也好，哎，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这里面，哎呀，你是欣赏的，你是尊重的，是祝福的，就保留每个人的美好的景象。你要剪辑自己是剪辑美好，剪辑他人也是美好的。说你要是修行人，不见他人过嘛，就你心中他人总是都是美好的，不去苛责别人，你必须怎么样，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都要保留别人的美好。就是美化他人，这不是说为了他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作品的完整与高贵。大家想一想，生活中是这样，你总是说别人不好的时候，你总是贬低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跟着不好低了。你总是欣赏别人的时候，赞美别人的时候，你也就显得高贵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在剪辑的时候，哎呦，你就发现每一个进入你这个镜头的人都成为你画卷的一部分。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生活中有的人可能天天接触，有的人可能就是一面之交，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路人擦肩而过。但是过去不是讲擦肩而过，那也得前辈子多少辈子有这种缘分，这今生才能够擦肩而过。就每一个在你人生生命画卷中出现的这个人，他都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出现的。大家说是不是没有理由的出现的？那么只要出现的这些人，我都要把他美好的部分展现出来。大家想，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心的话，这个世界将多么美好啊！都有这样的认知，要出现在说明画卷中的，就是我们
生命的一部分。剪辑视频中体现的那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你不想保留别人的不好，因为别人的不好放在你的画卷里，你的画里也显得不好。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却不是这样做，总是要贬低别人，挖苦别人，总希望别人不好。但你试试，你要认真想想，哎呀，其实别人的不好也让自己这个生命的话也显得不好。有这样的认知，你真的会什么？你去感恩，你会去随喜，你就会去祝福了，你就会去什么帮助了，因为他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好。那么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大家要拿起心灵的这个什么剪辑机，你都是一个心灵的剪辑师，你有这个权利啊，剪辑你的生命，剪辑你的生活，因为你是你自己的首席剪辑师，你对你的生命这个画卷是负责任的，不是别人给你怎么样。大概想是不是这样？那么从今天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意识的练习。你看剪辑这个画卷，你要去回看吧，回看剪哪一点，留哪一点，回看什么呢？一天结束了，在脑海中要回放这些素材，就5日3省吾身呐。同时要主动选择那些美好的画面去存档，美好的东西把它保存下来，那个不好的东西要去除掉。5日3省吾身不就是这样去回看吗？完了之后，你还得大概的剪辑粗剪一下，对源源不断的负面的思绪，那些负面不好的要打上标记，不能把它放到正片里。我的人生不能有这些东西，贪嗔痴美怨恨恼怒烦，哟，这些东西放到垃圾桶里去，先标记不要，我的这个人生的画卷里不能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还得给自己这个画面去定个调，是吧？人生影片定个调，我这个人生影片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温暖的、成长的、平和的，有这么一个基调。所有的素材就为这个服务。如果今天，哎呀，我这个人生这一天过好像没有那么温暖，那怎么呀？我要变得温暖起来。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啊？这我就觉得我们可能无法控制所有入境的画面，就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儿，你可能没办法控制。谁会进来，你也不知道，你没办法控制。但是我们永远拥有什么剪辑的那个权利。生命中发生什么事儿，你没办法控制，但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你把注意力放在哪些方面，这是你是有权利的。说最美的生活呀，不是一帆风顺、毫无瑕疵的这个拍摄现场，而是无论拿到什么素材，都有一颗剪辑的心，懂得聚焦那个光用，懂得什么剪裁那个杂乱，懂得用一颗创造美的心，将一切经历呀，最终汇编成一部属于自己的、值得欣赏的作品。就像平常我们经常会说的，说拿一手烂牌，但最后打出一副很好的一个成绩出来。有的人拿一副好牌，最后把它给打乱了的，都在什么呢？生命中每时每刻的那个剪辑。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啊？说从这一刻起啊，就愿我们大家都带着一个剪辑师的那个自觉和匠心，去创造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那个人生画卷、人生的作品。大概想什么呀？这毕竟是你一生唯一的且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你的生命的那个画卷。你生活中你拍了很多美景等等的，弄得剪辑的很好，当然那是很好，这打个比方。但如果你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那也不行。你光那个视频，对吧？我们只是借助那个来说，你生命这个画卷，你要剪辑成一部什么独一无二的、美好的、重要的作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就是我们自己哈，成为一个剪辑师，我注意力要放在哪儿？那我们要放在哪儿啊？放在感恩啊，放在恭敬啊，放在欣赏啊，放在鼓励呀，放在祝福啊，就放在，哎呀，你生命这个画卷这个基调就好像配乐了一样，配上那个非常美好的那个音乐。你剪辑这些，注意这一些，你会发现生活中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真的这样，你越注意什么，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些方面，
哎，你的那个意识就会凝聚虚空中这种能量，这种或者是频率也好，就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变化。生活啊，真的因为你的剪辑，美好的剪辑会变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和谐。好了，我们今天讲就讲到这儿，我们现在开始锻炼啊。好，放松啊。安静。放松，安静。脚分开，正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其实站在这儿也是一种剪辑，剪辑美好。就像刚才分享的张全芳老师讲的，感觉呼吸呀，都那么温暖，那么珍贵。剪辑慈悲，就剩下都是慈悲，都是感恩，就感恩大自然呀，给了我这样的呼吸，每一口呼吸都是慈悲的，都是温暖的。就剪辑
放松安静，简洁那个所谓人天合一，合一于爱。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慈悲。就好像定格现在的那个生命画卷，人和大自然和虚空合一，光明。我的整个人生画卷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合一光明的背景。
安静，安静。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手分开。好了，我们都知道啊，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啊，就是我们的心啊，也是一个剪辑师，一个高级的剪辑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剪辑出自己人生最美的画卷。好了，今天我们就锻炼到这儿，谢谢大家。